大家好，我是王梅。8月15号是抗战胜利日。80年前的这一天，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这一天是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日子。对于我的宜山铁路考察来说，日本占领时期在中国修建的铁路占比不小。从中华民国铁路最北端的纳津口支线，到最南边的海南三亚窄轨铁路，我都已经全部地毯式考察了。今天啊，我要向您分享一条鲜为人知的日伪时期军用铁路，它并不在偏远地区，而是在丘陵地带连接了不少日军的军事基地，而绝大多数的地图上都没有它的踪影，所以它显得非常神秘。在2020年疫情刚来的时候啊，我在家开始研究历史资料，我发现一组1945年的航拍照片里边啊，有一张在北京西南郊长辛店附近拍摄的照片。我平常就有在卫星图上捋着铁道研究的习惯，看着看着我就觉得不太对劲，怎么居然有一条从长辛店引出，绕行南边朱家坟，再往西北延伸到山区的铁路呢？根据我的经验，有一个方法最方便在地图上或者卫星图上识别铁路，那就是看这条路线的曲线半径。如果它拐一个弯儿，这半径超过150公尺，那么很有可能是铁路。我继续沿着航拍图上的路线往北找，发现这条线路从槐树岭往西拐弯之后，走了不远又往南拐了。让我最惊讶的是什么呢？在侯家峪附近的半山腰上居然还有6、7座疑似桥梁的建筑，这太邪性了！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这儿还有过铁路啊！当然，这很有可能是军事铁路，是吧？它也不往正经的这个正经八百的地图上标。关键我在任何史志上也没见过它的记载啊！我继续捋着这条路线往南找，发现它往南过了牻牛河之后，转向西南，最终从驼里北边下山，接入1903到1904年修建的京汉铁路驼里支线。那儿是一座非常重要的煤矿。之后我又查阅1960到1970年代的卫星图，我发现从长辛店到朱家坟，再到侯家峪的铁路和桥梁非常明显。但过了侯家峪再往西南走，这铁路路基已经大多无存了，已经改成田地了。我再找来街景地图一看，发现当地确实有几座老桥墩。我虽然还没实地探访，但是我考察了太多的铁路遗产，所以我打眼一看，我的直觉就告诉我，这应该是日伪时期修建的。这种桥墩和桥台在其他的日伪时期线路，甚至在日本本土都能找到一模一样的。之后3年我大多数时间不在北京。到了2024年年初的时候，我趁着和我夫人去拜访她姥姥的这个路上，顺路来这儿看了看。我琢磨着哪怕这铁路早就没了轨道，它也不可能彻底消失。特别是在山里边，这个桥台之类的遗迹应该还在。于是我根据航拍图，把探访的重点放在了侯家峪村北、新庄村南的太平岭一带。这儿呢，就是我在航拍图上发现那6、7座疑似铁路桥的地方。我到那儿一看这边的植物并不茂盛，又恰好是冬天，所以这些个混凝土桥台桥墩在林子里边若隐若现。走近一看我一下就辨认出这些桥台桥墩来了。这个跟像你比如说锦谷线、这个京谷线也就是通古线，通州到古北口，还有红塘线，也就是现在的这个丰沙线，跟那些常见的这个桥台桥墩几乎就是一个模子里边刻出来的，图纸都一样。不过呢，我发现这边的土地明显被平整过。当我把它们的位置在卫星图上标出来，再拿线给连出来的时候，我发现我考察出来的路线跟老航拍图上的路线完全是吻合的。当然最可惜的是什么呢？我并没有在这个桥台和桥墩上发现任何的文字记载。您说哪怕有一块文字砖或者奠基石呢？都没发现这儿有的只有那些能跟日伪时期铁路图纸相吻合的桥台桥墩实体。碰巧我在这儿遇到了2位老人，一位岁数大一些，但不是本地人。这大爷是驼里的，虽然离这儿也不远吧，但是说呢，他并不太了解这块的这个情况。他跟我说他只跟当地老人聊天的时候，听说过这块这些个桥墩子原来是铁路的。
那您怎么知道这是铁路呢？上面人家说过呀。哦，老人说过。啊。哦。那这通了吗？这铁路原来没通。没通啊？要通了。另一位阿姨呢，岁数并不大，她跟我说啊，她听她的父辈人讲，这是日本人修的铁路。日本还修铁道修的半截儿。哦，是吗？啊。哦。没人说日本人来修的铁道，都是老人这么说的，应该是。这现场的收获啊并不大，只能回家继续研究。我找着一张1945年的美军地图，哎，我一看这个长辛店往西这云冈这边，居然有一小估计儿这条铁道，哎，这让我非常兴奋。这总算是有点进展啊，是吧？说明还是有人记载了这条铁路，虽然不全吧，是吧？我在想，您说这些个航拍照片是谁拍的呀？我猜呀，很有可能是当时的中美混合飞行大队。为什么这么猜呢？因为我记得有一本书里边提到过，那本书呢叫《日寇罪行在丰台》，里边说1944年之后啊，美国空军开始敌后袭击，在这个长辛店上空啊，经常能看见美国的飞机在那转悠。不过我觉得光猜不行，还是得认真分析。长辛店是这条铁路的起点。说到这长辛店啊，咱们必须重点说一下，这个长辛店在明清时期啊，是北京西南面的商贸重镇，京汉铁路呢也在此设站，它呢是京汉铁路北端的心脏，这个机车车辆厂、机车房等重要设施都在这儿。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日军在7月28号进占长辛店，将其列为战略要地，所以说控制了它，就控制了当时从华北向华中最重要的交通线。所以这长辛店车站附近啊，就有几处日军的大军营。日本人在长辛店建立伪宛平县政府、宪兵队和警察署等等。在长辛店火车站西侧有一座日伪时期修建的水塔，您看这塔内铸铁管件上的铭文，昭和13年，那就是1938年啊。从1945年的航拍图上显示，这条铁路从长辛店向西南延伸到朱家坟，在朱家坟啊能看到一排排的营房，疑似日军兵营。根据多位当地村民证实，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朱家坟驻扎有步兵、骑兵和炮兵，兵员多来自于广岛，当地村民称其为小田部队。在朱家坟一带还遗存有4座砖砌碉堡，2013年被公布为丰台区普查登记文物。在朱家坟西侧呀，这铁路还延伸到了山里边。我不知道它的终点会不会是一处通往弹药库的尽头式隧道，但可见啊，这附近的山体上有不少日军的军事设施。到了1960年代，这儿已经变成了农田，现在已然是荒地了。之后啊，铁路从朱家坟向西北方向延伸，到槐树岭转向西南，而在槐树岭能看到更加清晰的营房建筑。根据北京市丰台区地名志记载，1937年7.7事变之后，侵华日军占据槐树岭，将当地农民迁出改为兵营，这也与历史记载基本吻合。那儿啊，这铁路也通到了日军兵营里边。而且我看这个史料记载啊，那块曾经修过坦克路啊，就坦克走的这种路。至今这槐树岭那块都还有一些个日伪建筑的留存。根据航拍图来看，这条铁路从槐树岭继续向西延伸到新庄村之后，向南过太平岭至侯家峪。这铁路再往西南啊，一直是在这个浅山区的这个丘陵里边走，到了驼里附近，也穿过了一处日军军事基地。这个驼里呢，首先是一处重要的煤炭资源地，也是日军进攻和封锁平西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目标。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日军把铁路通到驼里有2大目的：一是它这个军事控制在铁路线上能够一字排开；第二呢，是能够把驼里的这些个煤炭啊，快速的运至各个军事基地，以提供能源。研究到这儿啊，我觉得应该暂停在故纸堆里寻找答案了。我不如到当地去继续寻找线索，所以我呢又接二连三的去了好几次。当我在一个果园跟当地村民打听的时候啊，他们都说这些废桥台啊
就是日军当年修铁路留下的。其中一位热心的村民向我引荐了89岁的郭树老人。咨询个事儿啊，就是您是咱村土生土长的啊？对对，您今年高寿？当年90了。他是谁修的？的？哦，日本修的。嗯，您见过他们修吗？见过。就是他那这铁路，它是从哪儿到哪儿的呀？问他打北边那儿到那哪儿？这梨园，刚到梨园。他咋的修的在哪儿去？修的那拉煤去，那脱里。他修到脱里了吗？对。没有，就到这儿就他妈这把邻居给揍的不好回来了。您见过他们修吗？就是他们修的时候，修的时候老百姓给他抬，他拿着羊羔棒，后边跟着，谁一死老腰就揍谁。哦，是日本人揍谁啊？日本监工是吧？是，对对对。哦，你抬着这铁道，你都得直着腰。您干了活了吗？我没，我这事儿小，哦，干不了。反正都是各村的，给不了多少钱，有不是给点高粱米，一人一斤一天，就混饭吃呗。这个试车的时候您见过，看见了？看见了，他这那阵我们都有那小摩托杆儿，那车。摩托杆，哎，摩托哦，就走过一回，走好几回了，走好几回啊。嗯，哦，就跟那小卧车似的这么一个。哦，跟小卧车似的，我知道。就这么一个。那汽车安上铁轱辘那个。对。哦，这玩意儿。那车头这是在我们的学校这儿，老大王牌给周着呢，周完了给他们糖吃。哦，上桥这阵儿。我呀，分析老人嘴里说的摩托杆儿。实际上是英文 motor car 的这个音译，什么意思呢？实际上直译过来就是摩托车，但是说这个 motor car 在铁路上来说，实际上就是公务段用的这种内燃动力的工程车。至今，日本还用 motor car 来形容磁悬浮列车。后来他一投降，就把这铁道给拆走了又。哦，是谁拆的？是日本人拆的？中国人？这日本人。那哪儿那个这个北沟那儿的桥梁，那是他们中国人给拆的，二七厂拆的。哦，二七厂把那都梁挑走了，哎，都拉在那儿二七厂去了。桥墩子还在啊？对，桥墩子还在。您说这铁路底下铺的是枕木还是石头的？也是枕木。枕木，有钢轨。对。钢轨很快也就拆了。更有意思的是啊，这郭树老人跟我说，哎，这山上啊有2处岔道，这火车来来回回的爬坡。哎，我一听这就特别兴奋，我说这会不会是之字形折返线呀？哎，咱这儿有火车站吗？这北边是就打算立一火车站。哦，这就打算有一车站。哎，哦，这不是还有道岔子这么上哈？哦，这道岔是怎么走的呀？这到北边这儿，那当兵的那圈儿啊，往回抄到那坡顶上。那道岔子主道是底坎儿。哦，然后呢，然后再下来是吗？哎。哦，然后下来之后，然后再跟这沟里头再接着往南走，是这意思？对。哦。就头上。哦，这个就是打算跟这儿弄一火车站。就北当兵的。哦，那您看见这火车来回折来折去的走了吗？看见了，这没有他妈火车。没火车。这是啊，就那叫小摩托杆儿这车。我呢，根据他的指点啊，重新回到那个山头上去探访。嘿，您还真甭说，我还真发现了不同高程的这个桥台。这对于我来说太兴奋了啊！我还真没听说过离北京这么近的地方，居然还有2处连续的这个之字形折返线。那您说那道岔它是怎么走啊？它是这儿有这桥墩的吗？啊，知道，就这一看。奔前去。从那头再下来，从那头再下来之后，下来到这儿再往前去，你说这街里头。哦，你说街里头再下去，再奔你。哦，这么个意思啊，跟下庄。哦，之字形线。
知道去，就跟那个八达岭那青龙桥那个似的。我呢，结合航拍图一看，这铁路真在侯家峪设了2个折返线。这个折返线呢，实际上它跟京张铁路的青龙桥折返线，还有这个锦谷铁路拉海岭折返线群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就是为了增加长度而减小坡度啊。一般修铁路，如果要是说资金充裕，或者说技术标准高的话，为了降低坡度啊，它都会修这种连续的这种螺旋线，哎，或者说呢马蹄形展线啊。但是说这条铁路呢，我觉得可能应该是资金有限，或者说它这个通车的意愿非常迫切，哎，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因为你修这个大的展线，虽然是需要这个很多费用，但是说它也需要这个很多时间啊，对吧？因为它工程量大，它这个线路也更长，哎。这个日军既然是已经修了之字形折返线，所以我判断呢，它这个通车运营的这个欲望肯定是最强烈的，这是第一目的。而且面对这些在折返线上新发现的桥台啊，我发现他们有的倒了，有的裂了，但是这个材料啊多是混凝土浇筑的，还修建了8字翼墙，也就是所谓的燕翅，来增加它的稳定性。有的地方因为地形原因，翼墙都开裂了。这个折返线上的桥台啊，有3座居然是混凝土浆配着这个大块卵石砌筑的，这种桥台呢还真不多见。这个鹅卵石呢，应该是从当地河道里边开采的，说明当时的建材啊肯定非常紧缺。第二站不高那铁道，那铁路，也就这么高站。是这会儿站。南边那儿高，南边那河滩南边。哦，那边那陆地高是吧？对对，那儿高。哦，那还能看见吗？那大土轮呢？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了。哦，那边，那您说那边原来是不是有一个大桥啊？接着是。哦，那河滩那儿有一大桥，这铁道这都是什么大沙沟，这么老找大沙沟。沙沟啊。没就垒桥翅子，头了没垒。我小时候那会儿，就那楼，就那楼就是这么一个。哦。那个铁路穿村穿村。您说咱那铁道就是跨这河这地儿，是不是应该还有一大桥墩子呢？大桥这边。这面没有，他那会儿时候，就说南边那河呀，那是牦牛河。对我那时候想的，他那个河那个，这打的是木桩。哦，木桩。那个铁道打的是木桩架的。哦，这么回事。总体而言，我分析啊，从建筑规模来看，这条铁路并非干线铁路，它的建造标准并不高。这通常呢是跟建设资金和技术水平有关，因此桥墩桥梁使用木材的搭建啊，可能性完全存在。例如在加拿大和美国，有的铁路桥仍然使用木材搭建的桥梁和桥墩。但在现有史料记载匮乏的情况下呢，关于这条铁路的种种疑问啊，我觉得可能还得从日方的史料里边去寻找答案。结束探访之后啊，我还得到了一个小惊喜，我发现了一张1945年的美军轰炸目标地图，上边正好把这条军用铁路给标出来了。这个线路的走向和沿线的日军军营跟我分析的几乎不差，所以您看，通过实地走访和查阅资料，咱们还是能够还原一部分这条铁路的历史的。分析完这条铁路，咱话说回来，这条铁路啊，实际上还是侵略扩张的产物。这抗战纪念日纪念的是什么呢？我认为不光要人们警醒1931、1934到1945年日本和德国那样的军事侵略，更重要的是警惕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军国主义的思想和社会。好了，那咱今儿啊就先聊到这儿。我呀还发现了更多有意思的神秘铁路，下回啊咱们接茬边走边聊。
好身体啊！哎不要有什么不明白的，再来找行过来再请教您来。然后您身体硬朗的啊！哎，好，再见，郭师傅。哎。